暗厅要怎么解哦？我除了电视后面会弄以外，我还会弄一个地方是沙发的地板，就是说你沙发应该是靠墙哦，因为小房嘛哦，沙发靠墙，然后靠墙的踢脚线那边去弄。你说干嘛弄？就是帅啊，就是帅而已啊！啊，你不是要解暗厅啊？这东西便宜哦，你去粘那个沙发后面的踢脚线的位置哦，粘，所以灯一打开，那个沙发底下会发光啊，会有光啊。啊，这个灯就不要关了，没什么好关的哦，就让它都一直亮着，这也没多少电费，而且它一直亮着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你晚上哦回来打开，你都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房子就是温暖的黄光，那个就不错哦。那看起来这个整个氛围就会 up 了哦，就不用做木工了，这有什么好做的？你就自己弄就好了。有暗厅，暗厅哦，不是暗房哦，暗厅的房子能买吗？哦，自产客的真实经验分享，避免你踩雷。先说结论，暗厅可以呀、暗房才是几乎无解哦。暗厅你只要做点很小的改装，那个小真的是小到几千块哦，还是很快就能租掉，而且人家也是住得很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都已经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北漂族回高雄最常选择是什么工作，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有暗厅哦的房子能买，暗厅跟暗房一定要分清楚哦。暗厅就是那个客厅，然后也不会到常年照不到阳光，就是它落地窗隔很远哦，就这样，你门一打开看过去就是客厅。然后再看过去就是什么厨房，就是厨房小小门，或者就这样，就是采光不好的客厅。好，这次我们来讨论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哦。那情境我描述一下，就是他现在看一间10年内的两房，觉得不错，可接受，但因为两房是那个2个房间有窗户，客厅是没有窗户的，就是我们大家讲的暗厅这样。他就问我说，这种房子未来怎么样？哦，好，先说结论，可以买，可以哦。因为现在很多新盖的或屋龄比较新的大概都这样单面采光，反正就是看就是直接到客厅的落地，那个落地窗也不大，就小小的，变成客厅的采光不好哦。那很多的两房大概都只有单面采光，那单面采光他又想要把那个窗留给主卧嘛，那就变成说你客厅袅袅的这样，好 ，OK， 就很容易会发生暗厅的现象，暗房还好。虽然我现在看到有一些新的案子居然还出现了暗房，但我觉得暗房再说了，再研究那暗厅今天讨论暗厅，暗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是常态了暗厅的劣势，我说真的它是有解的它是有解法的，暗房才是几乎无解的。好，所以暗厅真的是看起来还好，讲难听一点就是现在格局就这样嘛，大家都暗厅嘛。那如果你又要地段好的话，你就是挑一个苹果里面比较不烂的大概就是这样还是租得掉。反正你现在买10年内5年以后你卖掉这个还就是中古屋的范畴也不会去跟那个屋龄30年的竞争到也不会去跟预售竞争到，所以你要知道，推荐你买两房没车位，然后暗厅没关系那这个会员也问我说，他这个两房没车位之后会不会不好卖？我每次讲到这个就有人要来站，然后站就站，我没差。我的看法就是两房不要买车位，在高雄两房不需要有车位。我再说一次，在高雄两房不需要有车位3房必定要有车位，是机械也没差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要站就来站。那个说什么两房没车位很难停，有没的台北来的高雄大家都骑机车的好不好我自己也有两房在出租，我知道在高雄两房没车位，这个到你卖房的时候反而会是一种优势为什么？因为没车位，你总价比人家低低了150万有吧？所以你在卖的时候就有机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说屋龄15年这个蛋黄地段里头最便宜的两房最便宜的两房，因为你没车位嘛你有车位，总价硬生生比人家高嘛，就这样那这样子你的优势就出来了想买便宜两房的人看到暗厅，他会觉得没啥，就那么小了，所以你说那个采光不好是不好到哪里去，也还好啦至少他睡觉的那一间主卧都会开窗。那暗厅我真的觉得还好，就是我们一般人待在房间的时间应该是比客厅还要久很多。你睡觉至少有半个小时嘛被赶到沙发上去睡除外。好，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暗厅我可以接受，那暗房我真的要思考一下，看要怎么去处理最后你要知道，有暗厅的房子要怎么出租。就是讲怎么改造了那这个有暗厅的房子要怎么出租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有暗厅，然后要租人，一定会被租客嫌暗厅那没关系我有一个解法，你参考看看。如果你有其他解法的话欢迎底下留言
先说结论，就是灯条，智慧灯条，灯条你知道吗？就很多 YouTuber 会拉哦，它长这样哦，这是小米的那个产品的图片，我要借用一下哦。哎，这不是业配哦，对，小米的这个我也有买哦。好，我只是拿来说明，就是说你看那个电视背后是不是有一圈黄光？好，那个就是智慧灯带搞的，那不是说那个带 RGB 的灯号的那个电视不是哦，它就是灯带哦。那灯带还可以连什么手机 App， 还会调颜色，还可以那边循环，还可以干嘛？然后七彩霓虹哦，通通都有哦。那你就弄一个黄光哦，那就会很有氛围，就是什么色温3000K 的那种哦，黄光很有氛围。然后你还可以让它跟着音乐律动之类有没的。好，所以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去用灯，这个到底叫灯条还是灯带哦？随便我们讲灯条好了。好，你就可以去怎么去处理你的暗厅呢？哦，就是灯条去解决，电视后面弄一圈，然后天花板看你要不要用哦。天花板应该还好，天花板应该一般都是间接照明哦。然后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在讲哦。好，然后这个也是小米的，你看整个客厅的氛围都不一样。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手机 App 的画面哦，显示说随便改颜色。好。那我跟你说哈，今天如果租客看到这个客厅有用智慧灯条的话，他会觉得怎样？他会觉得很高级，因为这个在市场中不好找，市场中很多老房东他哪有在管这个东西的哦，市场中不好找，所以你有智慧灯条，他觉得很帅哦，然后看起来可以跟饭店一样。你还可以去买一些什么智慧家居在用的东西，门窗感应，然后什么有的没的，比方说就是门一打开，这个灯条亮起来哦，然后亮就是这个温暖的黄光哦，很有科技感。请问那个谁还在意是不是暗厅？你房间本来就有窗户，所以不会有什么人挑剔到这里来哦，就大概是这样。灯条你去搜一下，虾皮不是也有很多在卖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
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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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来讲八卦哦，讲八卦。灯条、灯带这种东西，在以前不好处理哦，很贵。为什么要木工？哦，木工来开槽哦，来开槽去镶嵌去干嘛？然后还要接电给他。那现在都不用哦，现在的那个灯条、灯带哦，就蛮便宜的。然后怎么样？就它都有背胶，你就照粘就好。然后你还可以剪它。你说，哎，这个剪不会坏吗？2个灯的铜片，就中间那个铜片可以剪哦。好，要剪就来剪，我去拿给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灯条、灯带哦，我拿给你看。它长这样2盘，然后这个是它中间这个一杠一杠，这边都可以。这我不知道能不能剪呢，它的版本很多都不一样。好，然后像它，我还买这种的，这是干嘛？这个一颗哦是人体感应，走过去会亮哦，就这样。晚上也可以哦，你可以放在厕所里面，它背后都有背胶了哦，那你就撕下来直接给它贴上去就好。就有这种东西，这很便宜啊，这个没多少钱啊，几千块而已吧。1-2千而已吧，单价是便宜的。然后有分什么3米、5米、10米长的灯条灯。暗厅要怎么解哦？我除了电视后面会弄以外，我还会弄一个地方是沙发的地板，就是说你沙发应该是靠墙哦，因为小房嘛哦，沙发靠墙，然后靠墙的踢脚线那边去弄。你说干嘛弄？就是帅啊，就是帅而已啊！啊，你不是要解暗厅啊？这东西便宜哦，你去粘那个沙发后面的踢脚线的位置哦，粘。所以灯一打开，那个沙发底下会发光啊，会有光啊。啊，这个灯就不要关了，没什么好关的哦，就让它都一直亮着，这也没多少电费，而且它一直亮着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你晚上哦回来打开，你都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房子就是温暖的黄光，那个就不错哦。那看起来这个整个氛围就会 up 了哦。就不用做木工了，这有什么好做的？你就自己弄就好了哦。灯条、灯带，这个我也是在淘宝买的吧，我记得便宜啦。你去研究研究，你可以这个已经便宜到说你可以买来玩玩看，你知道？然后再来是除了暗厅以外，房间我也会弄。房间怎么弄哦？不是说因为是暗房要弄，而是没有啊，就是为了租客出租的价格可以拉高，我们要把那个高级感营造出来，粘床底哦，粘床底一圈，你的床架哦，那个底部这样子给它粘一圈，会怎样？就开那个灯，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厉害、很屌，看起来很舒服，好，很现代。然后现在这个灯条、灯带都还可以变颜色，有白灯呢，那个白灯不会很丑，那开起来不会很丑哦，那开起来很时尚啊，有那个冷冷的感觉哦。然后黄光，好，黄光也可以调亮度，什么有没的，很漂亮啊，真的是很漂亮。你就把那个床底哦，四周给它粘一圈，要接电就去接个电，没有要接电的话，你拿一个大颗充电宝去给它吃电，这个都可以哦。好。然后就把它打开，然后房间的灯不要开，你就开那个。我靠，那个床哦，看起来就瞬间高级很多哦，叫床底氛围灯。这通常用途是说用感应的，所以你人下床，脚那边下来踩到地的时候，被刚这个就是那个感应啊，感应的东西读到，然后它就亮起来给你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的地方在于，晚上你要滑手机。然后你开灯，你躺在床上玩手机，你开灯的时候，那个吸顶灯不是直接照你的眼睛？因为你手机就是这样，你就是直接对着灯啊，那不好，就疲劳了哦，那看起来不太舒服。但是你用那个床底氛围灯哦，那个滑手机的那个光线都已经够。你也有这个经验嘛？就是说晚上全黑的时候，你滑手机，你觉得，干这个手机超亮的，我已经调到最暗，怎么还是那么亮哦？但是如果你用床底氛围灯的话，这就平衡好了，看起来不会那么亮哦。这是我现在的标准配备，就是我的房子整理的话，都会弄这个东西给租客。当然，租客要不要去照顾那个行动电源哦，让他一直有电或者那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至少让他租房子的时候打开来给他看，他就觉得说：“我靠，这个看啊也太高级了吧！你上头的床包什么的也把它弄一弄哦，枕头也把它弄，就买 IKEA 就好了，弄一弄，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好漂亮，这好像饭店哦。”应该说，连饭店也很少有这个床底氛围灯这种东西吧？对啊，哦，所以这东西就帅哦。那再讲一个我的经验，就是说这种灯条哦有2种版本，第一个是灯，就是它是平缓的，就
一路上一整条都在发光哦。那第二种是灯珠型的，就是它发光是一颗一颗一颗，然后这样排起来。灯珠型的哦，像小米现在卖的好像就是灯珠型的。我说台湾小米哦，那灯珠型我觉得还好，不太好看。好，因为它打出来的光就不是这种平缓的这种一路到底这样。我不要讲啊，反正你能买的话，你买那个非灯珠版的，就是那种直接一整条灯带它都在发光的那种，不要那么中间一颗一颗哦。你参考看看，哎，真的是很漂亮。然后这个如果你贴你的床哦太多了怎么办？太多完全没差，你就剩下卷一卷给它放着哦，就这样，也不用去动它。很漂亮的东西，灯带，这个就是我说暗厅的解法哦。暗厅你只要让人家打开来，然后觉得说，哎，这气氛很好，就不会说真的跟你那边计较什么暗厅的东西。但是暗房几乎无解哦，暗房几乎无解。你说暗房那无解，我凿一个窗户出来，那人家家，你一凿就隔壁人家家，哦，你一凿就是另一间房间了。所以暗厅是真的颇无解的东西，通常就是拿来做储藏室，不然就是拿来做工作坊。不会在里面再摆床了哦，那样睡起来你会不知道日夜了哦，不知道日夜的话，那个人的精神会比较容易出状况。好，来跟你分享。